如果说翻车鱼是海洋动物的自助餐，那么达摩鲨就是海洋动物中爱吃霸王餐的老赖，并且时时刻刻都在作死的边缘不断试探。虎鲸是海洋中顶级的掠食者，达摩鲨上去就是一口，根本没有任何的犹豫。大白鲨有足以撕裂万物的咬合力和一身的腱子肉，达摩鲨照样尝一口，看看味道怎么样。这么强大、这么亮眼的战绩，按理说不应该名扬四海了吗？为什么达摩鲨的事迹反而很少听说呢？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达摩鲨之所以名不见经传，比较明显的一个理由，可能就是本身实在太低调了，有点类似于古代的锦衣卫、东厂、西厂这些特务机构。被咬了的动物基本上不会去找达摩鲨报仇雪恨，达摩鲨太聪明了，它基本上随缘游，走一步碰到路过的动物，直接挖物一口，完全不会危及海洋动物的生命。而且达摩鲨往往只有在晚上，在海洋动物睡着时才会出动，毕竟谁会拒绝一动不动的美食呢？想看达摩鲨捕猎，真正的高手就应该10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其次，网络上很多荒野求生的视频，其中有不少水下拍摄的镜头，能不能专门跑到达摩鲨所处的深海去拍呢？目前经过检测，阳光最多也只能照到海底1000米。换句话说，海底1000米以下，达摩鲨的生活环境就是一片漆黑。当然，达摩鲨不怕黑，因为在达摩鲨体内有一个可以发光的器官，这个器官的名字朴素无华，直接叫发光器。最厉害的器官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名称。了解了它的生存，了解了它的独特，那么达摩鲨是如何捕食猎物的呢？达摩鲨捕猎有多凶残？它们的牙齿非常不规则，上牙歪歪斜斜，下牙齐齐整整。为了咬下这口非吃不可的美味，达摩鲨会在空中转体2周半，然后用上耗时2年半的练习，直接将美味撕扯下来。而达摩鲨留下的伤口简直就是艺术品，是非常齐整的一个圆。原理也很简单，就像圆规一样。圆规要画出一个圆，需要中间的支点来做支撑。达摩鲨是靠厚厚的嘴唇。有了嘴唇的限制，这就能很好的固定达摩鲨的牙齿，在撕扯食物时不会偏离，不会歪歪扭扭。这可能就是达摩鲨留下的伤口近乎艺术品的原因。然而，达摩鲨这么干，为什么还能继续在海底生存呢？它到底又有怎样的生存策略？首先，达摩鲨从不以咬死猎物为目的，所以虽然达摩鲨将海洋生物当成自助餐，却基本上不会被针对，因为仅仅是留下一个并不致命的伤口，很多大型海洋生物，比如虎鲸这些的，很快就能痊愈。其次，达摩鲨大白天都躲在深海，而大多数的动物和我们人类一样都是白天行动的。但是大白天，达摩鲨在家里睡大觉，晚上等海洋动物睡觉时出门觅食。这时候的海洋估计就跟我们的大半夜的街道一样，空无一人，连鱼都很少在外面晃悠了。自然，达摩鲨会更加安全，更能安全生存。所以，达摩鲨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：早起的鸟儿未必有虫吃，或许有些虫子已经被熬夜的鸟儿吃光了。或许很多人看达摩鲨如此生存，再加上达摩鲨体型确实很小，不过才60多厘米，可能会先入为主的认为达摩鲨在食物链中处于被欺负的地位。事实上，果真如此吗？事实上，能在深海生活的动物基本上都没有几个善茬，达摩鲨在食物链中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。虎鲸是海洋中当之无愧的顶级掠食者，它们不仅吃其他鱼类，甚至就连同属于鲸鱼的蓝鲸等都不放过。但是虎鲸碰上了达摩鲨，依旧也只有被吃的份儿。而且虎鲸似乎并没有发现多少猎杀达摩鲨的记录，反而是常常发现达摩鲨在虎鲸身上留下爱的圈圈。达摩鲨是真不挑食，面对鲨鱼杀手都能下嘴。达摩鲨在海洋食物链中处于较高的地位，逮谁都要吃一口的猛劲儿，可能真的是功不可没。其次，鲨鱼的智商其实在鱼类里面并不低，虽然吧，鲨鱼的脑容量确实很小，像大白鲨的脑容量其实也就35克的样子，但是我们不能以脑容量来下定义。鲨鱼据说不仅会互相学习，还能吸取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。在智商上，鲨鱼先天有缺陷和不足，但是它能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反省，再加上鲨鱼的嗅觉非常灵敏，
在很多灾难片，经常会出现这么一个场景：团队中某个人受伤了，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直接泡在海里，就有鲨鱼顺着血腥味游过来。这其实在现实中是有可能发生的。虽然由于达摩鲨的神秘，至今依然未能窥探全貌，但是达摩鲨作为鲨鱼家族的一员，鲨鱼有的达摩鲨很有可能也有，这或许也是达摩鲨之所以能在海洋横行无忌，在海洋食物链中处于较高位置的原因。海洋霸主也会成为食物，从不挑食的达摩鲨显然已经成为了海洋中恶魔一般的存在。不过有一说一，这种生存策略确实不得不令我们人类感叹大自然的一物降一物。达摩鲨如今依旧十分神秘，期待未来科学家们能揭开它身上神秘的面纱，为我们人类的探索事业更进一步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